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世界观和带来的总体的感受与传统三国题材的作品有区别，不是追求完全的一种去还原或者是复原，从整个的气氛的营造、时代感上合理的去虚构、去创作，提炼一些时代的大的特征，以做减法的形式给表达出来。三国时期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战争频繁的时期，注定的这个风物是一个简单的，找到了一个美学的方向，也是典型的中国的一个审美观，书可走马，密不透风。它帮助我去相信我所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。蜀地的自然感、绵绵细雨和轻薄的水汽渗透在每一个场景中的那种湿润感，与魏地相对粗犷、干燥的气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能用结构构成画面的，就坚决不用道具。进来的时候呢，就直着往里走，往这个地方走。OK， 然后上面还有一条轨道，所以那边在横一直在跟你。能只用一样东西，绝不多一件。一桌椅，一个屏障，简单的一个窗，留白的地方很多。东西少，必然就要求场景有足够的质感。比如说许许的民宅，对地面、门窗、柱子的盘模，我们就用了25个工作日。墙上墙下的一些上面瓦檐上的变化，包括说青苔呀、植被呀，盘熟就有人味。不像是特别华丽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呢，又让你能感受到它质感非常的好。呈现乱世里面的一群小间谍的生活，不是表现宫廷中的人物。衣服主要是麻的、棉线的这种，那挺好啊，那个舒服。无论是从衣服的面料啊，还是色彩的运用上，其实都是让它更贴合自然。加重的是一些古朴的、极致简约的线条感。男士他们都会有留胡须，那个时代的一种审美和一种礼仪，去设计贴合每一个角色的特殊造型的胡子，然后他的胡子也有型，就是把这个下胡子搞到比现在再重一点。真实，我就说一个事儿吧，我们那个盔甲基本上也属于真盔甲。那天我拿道具组，他们有些用的刀是真刀，我砍了砍自己，是真砍不进去。三国时期的动作它是没有武术这个词的，它基本上叫击技，重心尽量是挺双方直线，杀他们其实很容易为一个状态。可以一刀解决的事情，不要砍第二刀。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点就是灯光，演的时候觉得特别真实，让人很自然地融入在这个环境里。光线的呈现尽量去模拟那个自然的效果，火光就是火光，烛光就是烛光，有自然的这种光影的闪动，人物的造型还有环境的这种塑造，美术上也好，影像上也好，都去追求一种自然感，尽量让观众进入那个时代。整部戏的美学气质都是内敛的，我觉得它经得住时间的沉淀，给观众一些自己的空间去拼凑自己心中的那个三国，自己心中的风起陇西。棋局已经布下了，看应手吧。